李先生39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者；蒋女士35岁，来自湖南，兼职驻唱。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呀？今天主要是我妈想让我来。第一，她是特别喜欢赵老师和涂老师，你们两位，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就是喜欢我们这节目。然后加上就是说不想看我在家里不开心嘛。就想让我们来上这个节目，得到钟伟老师的一些意见。行，咱就说说吧，怎么了？最开始他和3、5个朋友要去开酒吧，本身当时我是第一个不同意的，我说你去冒这个险。他就是坚决不同意，就把钱全部拿走了。当时还得给我闹离婚。这是在投资上面，可能夫妻俩有分歧，是这意思吧？投资吧，我老婆这边她一直不同意但是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也是做这个经营圈的吧，当时我的那个身份，他就是一个操盘人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投资，谁能够保障所有的投资都是挣钱的？主持人，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是说，你要投资是可以的，但是咱们有一个家庭，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得余出一部分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多余的钱你再去拿去做生意都没问题。他不同意，行啊，亏了就亏了呀，但是得重新振作起来，对吧？他现在我跟你说，他每天在家就喝酒，对着个电脑。等一下啊，等于这次投资失败了。是这意思吗？是的，所有的积蓄也都折腾光了，是这意思吗？一无所有。他每天坐在家里就是电脑面前喝酒啊，然后创作他所谓的创作，就这样。什么叫我所谓的创作？我那叫自我增值。你在学什么呀？研究一下音乐制作类的软件然后研究一下 AE 和 PR 这一块，剪辑飞边软件，还有那个 C4D 3D 制作软件这一块。那你也得看一下你目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呀，对不对？你整个家庭你得要顾呀。其实这个里面，我老婆说我有点颓废吧，其实也有那么一点，因为这2年确实除了投资失败没有钱之外也是有点雪上加霜。因为我父亲这个身体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那次病危，在上海进行治疗，然后后面2年每年发一次脑溢血，2次都是严重病危，进了 ICU。这份压力比较大了，所以压力挺大的。家里房子也给卖掉了，真的是雪上加霜。您说的这个，他是不是更应该去上班，更应该积极一点面对生活，而不是消沉在家里？是，说的很有道理啊。道理吧是真有，但是呢，想从这个消极当中一下子站起来，我也不是那种完全消极的那种，对不对？我还在自学嘛，我始终觉得我自学没有错。那现在家里的这个收入靠谁呢？我们暂时都没有收入，然后我看他没有出去，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出去上班，反正孩子现在由我妈在管着。他不同意，他说我出去抛头露面。既然说到这一块，您说我这个不愿意让你出去，10几年前小年轻抛头露面，登台唱歌化个漂亮的妆，都是俊男靓女嘛，大家走出来都还是有人愿意看。但是现在你小孩子都9岁了，你跑出去，而且你老公在家里这个状态，别人只会觉得我在家里吃软饭。你认为你吃软饭了是吗？那你就出去啊！我没有说我不去工作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行吗？时间我在家里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你同意吗？你们房子卖了以后，现在在哪儿住啊？跟我妈一起。关系好吗？说到这个吧，我跟您说吧，就我妈有时候刀子嘴豆腐心，说你们俩都年纪不小了，也该出去闯闯了。每次跟她说的时候，她直接不回应，回手把门一甩，晚上找我发脾气。我觉得你是我老婆，我当然只能跟你说，我没有理由去跟一个长辈争论，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这个东西。但是她是为了
啊，所以也没有说亏的一文都没有了，只是说亏得挺厉害。行，这个打击大吗？打击挺大的。那你觉得这次败到底是运气啊，还是能力？都有吧。哪个更大？可能自我检讨的时候，自我颓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成分大一点。等于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应该走出来一部分了吧？没有，他天天如此，然后喝多了酒在家，你知道干嘛吗？摔电脑、砸东西，摆各种脸色给人家看。我女儿都害怕。等于现在有点借酒浇愁，是这意思吧？有点。那您这次来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呢？就是我希望他出去工作，还是说我也要出去工作？我希望他出去工作，然后我也出去工作，我们俩可以一块儿。你出去做什么？我之前干嘛的我就可以干嘛。都已经结婚了，小孩子9岁了，难道还真的出去在那个花花绿绿世界里面唱唱跳跳吗？夫人的意思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你感受到了？因为我本人没有这种很高的物质追求，我可以1个月甚至2、3个月不下楼的。可是老父亲等着用钱呀，闺女儿受教育需要用钱呀。他不着急。这个情况也是我有的时候偶尔那个喝酒发泄的原因之一。您说吧。我现在不去学，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慢慢大了，我能够挣到的钱还是那份钱，甚至可能当不了很多年轻人，所以我得要突围呀。已经停了2年了，你再这么停下去，人就会越来越消极，越来越颓废。所以你着急对吧？是。你最害怕的是重新做呢，还是最害怕妻子出去工作呀？我最担心咱们这个家庭因为这些不理解而散掉。那你希望他怎么理解你呢？我只希望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时间是多长？这个我也不确定。20年吧，估计。不，你不用这么顶他嘛。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就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先生哈。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挺务实的、积极向上的那种，还是说就像现在这样比较消极啊？或者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挺积极性挺高的，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绝对把它达到完美。那么依你对他的了解，这次投资对他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吧，就是一个面子问题，钱也没了，在朋友面前话也说不起了，就这样，然后就干脆心想，如果现在重新要出去，从头来过的话，从一个老板的身份变成一个去打工的，他可能就有这个阴影。妻子说的对吗？承认吧。你别那个态度嘛，他说的对吗？一半一半吧。但是现实变了，10年前就是2个带着梦的年轻人啊。现在2个人承担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啊！我不是替你开脱啊，怎么走，路在哪儿，到底应该先迈哪一步？我相信让他挺纠结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说起来好像东山再起很容易，对吧？其实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跌倒了就一辈子再爬不起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作为先生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支持和体系，让他能够重新走出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关键的。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年了，你在家里像蜘蛛一样的挂在网上，你认为你是在自学，妻子认为你颓废，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其实兄弟，你即便到了社会上去四处碰壁，也比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壁好。我能够理解，因为曾经的一个老板，因为投资失败，你最后感觉我没有脸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真的无路可走，但你突然想到还有自己这双脚的时候，我想可能就会有自信。但你妻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刚才一上来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刺耳，我早就说了嘛，我当初就告诉你们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很多的家庭矛盾就是由此引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如何用自己的爱去鼓励他、激发他？你们现在需要的，真的就是你和妻子抱团取暖，一起再出发。我们人不要自己找借口，找借口会永远活在借口里。提升自己，你更多的到社会上去实践嘛。
好，谢谢郭红秀。来，尚娜老师，我小你们几岁，但是我非常理解你们两个人现在所处在的这个中年危机的状态当中。上面需要照顾生病老父亲，下面有9岁的孩子需要去抚养，非常难。先来说女士，我们女人有的时候会经常抱怨，觉得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了。可是如果当初他那个投资赚了钱呢？这是因为他亏了，所以你说我告诉你，你留下那部分钱留作家用。可是如果他那当初赚了钱，他这些全投出去的，是不是就比你留作家用的那一部分钱要赚得多？你话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责备、不埋怨、不抱怨。你再抱怨，你只会让他更加的烦躁。他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了，他开始用坐在家里面自我增值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现在中年危机带给他的所有的困境。你在一边陪伴一边埋怨他，所以那就会造成他这种逆反的心理啊！你越这样说我，你要出去工作嘛，对吧？你还要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那你就是瞧不起我呀！你再回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女儿9岁大，你在台上唱歌，下面那些男人在下面看着你，怎么想啊？那不是就是你男人养活不了你，然后让你出来抛头露面吗？这就是他的心理啊，因为他自卑啊，因为他害怕你离开他呀，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没有能力能拴住你了，所以他觉得你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抗议，来证明他的无能。你要如果从这点去理解他，完全能想得通。接下来说男生，你说曾经他小鸟依人，哪个女人不是曾经小鸟依人？谁愿意变成今天的强势？不是一步一步被生活逼成了现状吗？他能理解你2年在家待着，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2年为你担惊受怕？你说人活到老学到老，那你得先活着呀。现在靠什么而活呢？想过你9岁的女儿吗？她未来嫁人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你的女儿未来过这样的生活，你作为她的父亲你会怎么想？理解你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境，跨过这个坎儿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振作起来，你让别人去鼓励你，然后用这种自卑的心态去对待你周遭所有的人的话，对这些人都不公平。他们跟着你是为什么？妻子出去要工作是为什么？不是说因为瞧不起你，是为了为这个家分担。因为还有孩子要养，有父亲要赡养，未来说不定哪一天哪个老人又病了怎么办？你们怎么生活？对不对？所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能够支撑起你们家的一些生活，不要再为了面子，为了什么而活，为了你最爱的人而活，这是最基本的，好吗？好，谢谢尚娜老师。来，于老师，其实这2年下来，2个人都很
你为什么要来？宠他嘛，宠他，怎么解释？一直都是他要求做什么事，我都愿意的。
说白了就是在躲嘛，咱别躲了。你要真觉得自己有那么大能力的话，我觉得相信你能起来。人在心理上被摧毁的时候，特别可怕，是吧，于老师？谢谢。今天回家以后就随他去吧。就是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他会做自己的选择。今天好像丈母娘也来了，你有话要说吗？对吧？我们不让丈母娘说什么，其实就够了，因为默默的支持，没有离开，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醒悟了吧。就是今天节目录完以后到此为止，这个家庭应该回到他的正常的生活里去了。他的生活就是应该像正常的家庭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是什么，你们夫妻自己商量。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平时在家里就怎么不善言辞，那今天来到这里，我是衷心的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个生活道路上，依然有你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老师给了所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各自反省，都好自为之吧。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道路上，还是有你的陪伴。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容忍力和理解。我希望你回到当年一样，能够支持我。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妻子放的是一页纸，是个简谱是吧？这个是什么呀？他写的歌还是什么？那个是他之前写的歌啊。我今天把它带过来，主要是因为觉得他写的那些东西啊，打个比方什么错呀，相爱容易相守难，我都感觉是在写我们，就特别的负能量。我希望他以后积极面对生活，然后走出这个阴影。哎，你怎么时时刻刻不忘踩他两脚？老师们不是说了吗？咱不说，咱看他啊。你带的是什么呀？牛奶，啥意思啊？我记得最初的时候，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应酬也不少吧。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给我热上一杯牛奶。虽然我很讨厌喝牛奶，但是我都会忍着把它喝下去。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关门哈，请开门。呀，几个意思啊？来，有话说吗？没有。啊，吓唬的啊。是这么一回事，刚刚那个我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一直处在那个犹豫之间。啊，其实还挺爱他的吧。给你预演一下，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没了。来吧，站在一起吧。哎，你那一瞬间是不是崩溃了，兄弟？有点。所以你抓紧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这当妈的还是丈母娘还乐呵呵的看着啊，他们在一起挺高兴的是吧？女儿没出来的时候，心都凉了一大半，真的是。所以你觉得你女婿有力量再站起来吗？出来就好吧，让他们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吧。哎，好，谢谢。哎，你这岳母多挺你啊！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